前言。杨绛先生，一位跨越世纪的传奇女性，以其温润而坚韧的人生态度，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的一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亦是一本蕴含无尽智慧的典籍。在时代的风雨中，她如同一棵苍松，傲然挺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从战火纷飞的时代到和平繁荣的新时期，杨绛先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却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与从容。他的文字质朴而深刻，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他的思想深邃而豁达，如同一股清泉，润泽着人们的心灵。这本唯有自度杨绛智慧箴言录，便是对他一生智慧的深度挖掘与总结。本书涵盖了杨绛先生在求学、处世、创作、家庭、爱情、友情等诸多方面的感悟与思考。在求学的岁月之中，杨绛先生秉持着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不断探索前行。他深知，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且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这种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始终是我们充实自我、提升境界的重要途径。在风雨沉浮的人生旅途之中，杨绛先生遭遇了诸多的挫折与磨难，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他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荣辱得失。困境之中，他从忧患中学得智慧，痛苦中练出美德，用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暮年的杨绛先生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之后，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他明白，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他以超脱的心境看待生命的终结，为我们树立了面对生死的榜样。他的智慧教导我们要学会放下，珍惜当下，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愿本书能够成为你人生中的良师益友，伴随您走过人生的每个阶段，帮助您实现人生的价值，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第一集，不争的底气。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出自《易诗题记》。杨绛写下这句话时，已经走过半世风雨。诗人总以为不争是退让的无奈，是怯懦的托辞，却不知真正的不争背后是看透事项后的清醒，是站稳脚跟后的从容。若一个人内心无根，才会在喧嚣中争名夺利；若精神丰盈，便能够在一片浮华之中静守本心，如松柏立于山崖，任风雨掠过，自岿然不动。争往往是匮乏的投射，争财富者或许缺乏一份安全感，争是非者或许少一份豁达，争情爱者或许欠一份自足。但人生终究是一段内向的旅程，外向求索的越多，越容易在攀比中迷失。杨绛与钱钟书一生清简，蜗居书斋，却将满腹才情化作文字，滋养了几代人的精神。他们不屑争，是因早已在学问与爱中寻得了永恒的归宿。那些必须靠争才能留住的东西，本就不属于生命的本质。生命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他人的定义的输赢里，而是自我成全的耕耘之中。若你是一棵树，
何必与花草争艳呢？若你是一片海，何必与溪流争速呢？当然，不争并非消极避世，而是选择更宽阔的战场。有人争一时荣辱，有人争千古文章，有人争眼前得失，有人争天地境界。杨绛翻译《堂吉诃德》耗时20年，期间动荡波折无数，他却只淡淡说：“我不过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这滴水穿透时光，照见的恰是不争之争的力量，以静默的姿态抵达他人难以企及的深渊。红尘喧嚣，处处是擂台，但人生最高的体面，或许是笑着摇着头，转身走向自己的路，因为深知，争来的终会随风散，不争的才是心底生根。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第2集，沉默的修复力。沉默是一个人最大的哭声，出自《我们仨》。暮年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阿元已相继离世。世间最深的痛，往往没有声音。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伤口结痂前的蛰伏，是泪水流干后的沉淀。当语言显得苍白，当解释沦为徒劳，沉默变成了最后的堡垒。它包裹着破碎的心，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悄然修复生命的裂痕。世人总将沉默误解为软弱，却不知真正的沉默是灵魂的韧性。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沉默千年，风沙侵蚀下依然斑驳。深海中的珍珠沉默不语，却用疼痛磨砺出光华。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尽生离死别，笔调却如静水深流。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思念与孤独，反而让文字有了穿透岁月的重量。沉默不是认输，而是将喧哗世界的噪声关在门外，让伤口在寂静之中长出新的血肉。现代人害怕沉默，用屏幕、话语、娱乐填满每一寸间隙，殊不知沉默才是精神的修复术。杨绛晚年蜗居三里河寓所，整理钱钟书手稿时，窗外的梧桐沙沙作响，纸页翻动声里藏着跨越生死的对话。这种沉默不是死寂，而是将往事酿成酒，在岁月里慢慢醒透。红尘滚滚，聒噪如蝉，但总有一些时刻，沉默比呐喊更有力，止息比奔涌更汹涌。就像冬眠的种子在泥土中沉默，只为在春天爆发出整片森林。就像受伤的蚌沉默地含住沙粒，终有一日向世界捧出珍珠。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逃离比较的沼泽。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同的轨迹。出自《杂忆与杂写》。杨绛先生正伏案整理钱钟书的手稿，窗外是北京深秋的梧桐，枯叶瑟瑟落下，他的一生恰似一片不随风起舞的叶，经历战火、动荡、生离死别，却始终从容地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世人总在丈量成功的标尺，有人攀比名望如登山，有人争名夺利似猎食，而他却用一支笔、一盏灯、一方书桌，在时代的喧嚣中辟出一片寂静的港湾。比较的沼泽往往源于对生命本质的误读。杨绛在《干校6记》中记录过一段往事。寒冬腊月，他被派去扫厕所，双手冻裂渗血，却依旧偷闲地在笔记本上写诗。同行的知识分子讥讽他迂腐，他却淡然一笑。他们争他们的先进，我守我的清白。当旁人将苦难视为竞逐表现的舞台时，他却把污秽中的日子过成了修行。那些在比较中膨胀的虚荣，
在他眼里不过是肥皂泡上的花纹，阳光下再灿烂，终究一戳即破。世人总以为杨绛的淡泊是天性使然，却不知这份清醒源自于对自我的深刻认知。在我们仨中，杨绛写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钱钟书拒绝仕途诱惑，阿元教书育人，安贫乐道，他自己则像棵老树，将根深深地扎进文化的土壤。当外界用院士头衔、著作等身来衡量价值时，他们却把人生过成了探险，不是在名利场中攻城略地，而是在思想的密林中寻找桃花源地。正如他在散文里写到的，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当然，桃李并非闭目塞听。杨绛晚年独居时，常收到慕名者的来访，有人带着作品求他推荐，有人捧着鲜花赞他大师，他却温柔坚定地拒绝。我不过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吹不出泡泡。谦虚的背后是对生命本质的彻悟。就像他翻译的《裴多篇》中，苏格拉底饮下毒酒前仍然在探讨灵魂不朽，真正的价值从不依赖他人的评判，而在自我与真理的对话中永恒。站在人生边上回望，杨绛用100年光阴书写了一条独特的轨迹，不争春色，不羡霓虹，只做深秋里最后一片红叶，在枝头静静凝望属于自己的天空。他告诉我们，生命的丰盛不在于跑赢多少对手，而是在于是否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孤独的丰盈。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出自《百岁问答》。钱钟书与阿元相继离世后，北京3里河的寓所中只剩下书页翻动的稀碎声。世人眼中的孤苦，于他却成了最扩大的自由。案头一盏灯，手边一杯茶，窗外一树影，独对天地时，孤独便显露出他最本真的面目，不是荒原，而是沃土。总有人将孤独与寂寞混为一谈，寂寞是空谷回音，孤独却是深海独照。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道，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的过程注定是一场独行。他在牛棚扫厕所时，借月光默诵《诗经》，在干校劳动时，用树枝在沙地上写西班牙语诗。晚年整理钱钟书7万余页手稿时，一笔一画皆是穿越时空的私语。这些独处的时刻，不是被遗弃的残片，而是灵魂自我淬炼的熔炉。杨绛的孤独显得更加温厚。他在书案前与柏拉图对话，在厨房里边煮粥边推敲译稿，甚至将钱钟书病中一语整理成怀句诗存。这种孤独不是隔绝，而是在寂静中与万千灵魂共振。现代人恐惧孤独，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即时通信织成密网，却困住了自己的灵魂。但杨绛的100年人生告诉我们，孤独不是诅咒，而是上帝给予的修容镜。他在杂忆与杂写中记录了一桩小事。某日家中停电，他独坐黑暗中，忽觉月光竟比电灯更动人心。这种顿悟唯有在孤独中方能获得。真正的孤独并非是孤芳自赏。杨绛翻译裴多时，与苏格拉底共饮真理之酒；创作洗澡时，与时代对话而不献媚世俗。他的孤独里始终跳跃着对众生的悲悯。在老王中为一个3轮车夫流泪，在丙午丁未年祭事里为受难的知识分子立碑，这让人想起了寒山寺的钟声，独明于夜，却度尽苍生。站在人生边上的杨绛，
用孤独酿出了最醇厚的生命之酒。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份不屑不是傲慢，而是看清生命本质后的释然。就像古寺眼角的风铃，不必与市井喧哗争高低，它的清音自会在懂的人的心上缭绕开，就像深秋最后一朵菊，无需与春芳争艳，它的傲霜之姿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应答。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钝感力的修行，活得糊涂一点反而更自在。出自访谈录。世人总将敏感视为聪慧的勋章，却不知过度清醒恰似痛苦的源头。杨绛先生历经100年沧桑，目睹过人性最锋利的刀锋，却选择用钝感做钝，不是愚拙，而是历经千帆后提炼出的生存智慧。钝感力是杨绛在时代的洪流之中站稳脚跟的秘诀。文革期间，他被剃阴阳头，扫厕所遭唾骂，却在干校6级中轻描淡写，可惜我的牙刷成了公共用具。批斗会上口号震天，他低头默诵荷马史诗。寒冬凿冰洗衣，他笑称食指冻成红萝卜。这种糊涂不是麻木，而是将外界的刀光剑影化作羽毛，任它纷飞，不伤心脉。当众人为一时荣辱捶胸顿足时，他早已在精神世界里栽下一片竹林，风声过耳，只取清音。世人总夸耀精明，却常在算计之中作茧自缚。郑板桥写难得糊涂4字时，看透了官场倾轧。苏轼因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破了得失虚妄。杨绛先生的钝感更显从容。翻译唐寅吉诃德时遭遇出版社毁约，他不争不辩，默默从译，作品被曲解误读，他只淡然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种钝里藏着大智，如古玉经年累月温养包浆，褪去的是火气，沉淀的是光华。钝感力的修行本质呢，是对生命重心的校准。杨绛与钱钟书蜗居清华园时，家具多是旧货，却把书房命名为荣安室。容溪易安，心广地自宽。他在我们仨中写女儿阿元病逝前夕，仍忍着剧痛为父母织毛衣，而杨绛握着逐渐冰冷的毛线，把眼泪酿成了文字。这种钝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将苦难纳入更加辽阔的时空维度。当旁人困于眼前得失，他已站在云端俯瞰人间悲欢。现代人浸泡在信息的烈酒之中，五感被无限放大。一则热搜能够掀起焦虑，一条评论可击碎尊严。但杨绛先生的100年人生宛如老茶，愈陈愈香。他不用智能手机，不玩网络喧嚣，晨起读书，日落散步，连窗台上流浪猫的足印都值得写进散文。这份从容淡定，恰似敦煌月牙泉，任周遭沙暴肆虐，依然清澈如初。站在人生边上回望，杨绛的糊涂哲学愈发显得深邃。当社交媒体将世界割裂成是非对错的碎片，他教会我们，真正的清醒有时需要一点钝来缓冲。终极的自在往往始于对琐碎的不在意。就像故宫的汉白玉阶，任千万鞋履踏过，依旧温润；一如黄山的迎客松，历经锋刀霜剑，仍以苍劲之姿笑对云雾聚散。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精神断奶术，人生需要做减法，万年日记。杨绛先生将钱钟书的手稿分门别类装入牛皮纸袋，案头堆着未拆的荣誉证书、出版社的邀约函、慕名者的礼物，他却像整理多余枝叶的园丁，只留下最本真的根系，
世人总在给生命做加法，名利、头衔、关系网，他却用100年光阴证明，真正的丰盈始于与世界的断奶。精神断奶是剥离依附的勇气。杨绛在《干校6记》中写过一幅画面：寒冬凌晨，他被勒令跪在结冰的井台上刷马桶，棉袄浸透脏水，却突然想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竟自顾自地笑出了声。这种在绝境之中仍能断开苦难侵蚀的能力，不是命运格外的仁慈，而是灵魂早已学会了自我供养。当众人沉迷于向时代乞讨安全感时，他默默地将精神的奶嘴换成了一把解剖刀，在自省之中切割浮华。减法之道，杨绛践行的彻底。文革后被归还抄家家产，他将古董字画尽数捐出，只留下一方砚台纪念父亲。晚年独居，拒绝媒体采访，蜗居处除书与花别无长物。甚至临终前，他反复叮嘱不开追悼会，不受祭奠。这种决绝的断，不是冷漠，而是看透了占有与自由的反向关联。就像沙漠旅人倒掉皮囊中的浊水，只为轻装走向绿洲。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园的日子，书架上永远留着空位，给新书腾地方比囤积旧物更加重要。他们的减法里藏着更大的加法，减去应酬，加上思想的深浅；减去物欲，加上心灵的旷达。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写尽了断舍离的智慧。战乱之中颠沛流离，家当丢了一路，他却说丢掉的都是可再买的，唯有3个人的记忆随身带着。女儿阿元病重时，他把眼泪写成诗句：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黄叶村。这种将悲痛凝集成琥珀的能力，让生命在减负后愈发的透明，如同秋日梧桐，褪尽繁叶，枝干反而显出遒劲的线条。现代社会正陷入精神哺乳的集体症候，用购物车填补空虚，用社交圈掩饰孤独，用智慧付费缓解焦虑。但杨绛先生的晚年宛如一贴清醒剂，于晨光之中教义裴多篇，把苏格拉底的临终对话当作早餐，午后整理钱钟书笔记，在泛黄的纸页间与墨存重逢。夜幕降临时，对着一盆水仙自语：花开花落都是好时辰。这种极简的生活美学，让每个瞬间都成为自足的宇宙。站在世纪的门槛回望，杨绛的减法哲学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洞见。当信息洪流将人类冲成碎片的时代，他教会我们，精神的成人礼始于剪断那根隐形的脐带。就像深海中的珍珠贝，必须吐出侵入的沙粒才能孕育光华，一如敦煌的飞天，褪去沉重的金箔，素衣飘举处，反成就真正的飞翔。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不值得定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出自我们仨。钱钟书与阿元也化作树叶间的墨痕。北京三里河的寓所中，茶杯永远摆着3只，其中2只再无人触碰。杨绛先生凝聚着窗外的流云，却从不为一时的美好捶胸顿足。真正的智者早将不值得3个字刻成了生命的护心镜。世人对珍贵的定义总是带着执念，求金玉满堂，盼青春永驻，恋情深不渝。但杨绛在我们仨中轻抚记忆的裂痕，写下彩云易散时，嘴角竟溢起了世人的微笑。抗战时期，他与钱钟书颠沛流离，家当散尽，却在废墟里拾得了一枚铜纽扣，笑着对女儿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后来纽扣丢失，他也不过摆摆手，身外物不值得费神。这份通透恰似敦煌壁画中的菩萨低眉，
看尽人间悲欢，仍以慈悲目送流云。不值得定律的本质是看破执念的慧眼，而杨绛先生的智慧更显得烟火气。文革时珍藏的页稿被焚毁，他连夜重写。女儿病榻前织就毛衣尚存余温，他却将眼泪化作我们仨的字句。他说，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样在身上湍急而过。在些旁人眼中，值得拼命抓住的，在他心里不过是水面的浮光。世间总在值不值得的天平上反复计量，却不知计量本身便是枷锁。杨绛与钱钟书蜗居书斋的岁月，反在时光里酿成琥珀。他们在牛津图书馆的午后，分食一块发硬的面包，在干校劳改的寒夜，共用一盆烫手的炭火。当历史将宏大叙事碾作尘埃，这些不值得记载的碎片却成了最监牢的文明基因。现代人活成价值判断的囚徒，用 KPI 衡量生命的密度，用点赞数兑换存在的意义。但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却如一面古镜，照见另一种可能。晚年蜗居简室，将毕生稿费捐作好读书奖学金，却把慕名者送的精装画册落在门房，留给更需要的人。这种不值得占有的洒脱，让人想起北宋的汝窑瓷器，添青色等烟雨，却在开片裂纹中成就永恒之美。真正的永恒从不依赖坚固，杨绛留下的何尝不是一份易碎的遗产呢？3支茶杯的余温，半夜残稿的墨香，还有那句温柔却有力的提醒：世间好物不坚牢，所以更值得轻轻捧在手心。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时间主权宣言：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出自走在人生边上。已经站在人生的悬崖边回望，九旬高龄的他伏案于案前，笔尖如刀，雕刻着时间的骸骨。世人总将时间视为沙漏中坠落的消耗品，他却用100年光阴证明，真正的智者从不被时间驱赶，而是以主权者的姿态将分秒铸成金戈，在生命的疆域上拓土开疆。时间的主权始于对荒诞的抵抗。文革期间，杨绛被发配干校种菜，每日晨起即跪在田间拔草，旁人为劳动改造的屈辱捶胸顿足，他却偷偷在裤袋藏半截铅笔，趁监工不备，在烟盒背面以堂吉诃德。当众人在批斗会上虚掷光阴，他却将牛棚岁月炼成金。他说，时间不是药，但药在时间里。这份清醒让他在时代的绞肉机中守住了精神的时区。主权的确立需要断舍离的果决。钱钟书离世以后，出版社捧着巨额预付金求杨绛写回忆录，他婉拒。莫存不喜热闹，转身将暮年投入整理7万余页手稿。他采取了社交应酬的枝蔓，斩断了功利写作的诱惑，并将24载独居光阴淬炼出钱钟书手稿集这座文化昆仑。那些不值得占据的时间琐碎，在他眼里不过是淘金盘里的沙数，轻轻一扬便随风散去。现代人常常陷于时间纳贡的困局，为社交媒体的点赞拖延睡眠，为购物节的折扣透支周末，为虚无焦虑刷屏至天明。杨绛却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写下了预言：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金能有多少？他不用手机，不知电视，晨起对窗读书，黄昏散步，与流浪猫分食饼干。这种原始的生活节奏，恰似长安城的日晷，任外界霓虹乱舞，始终以圭臬之姿丈量真光阴。当智能手表将人类切割成零碎的数字，杨绛的时间主权论愈发显出了神谕般的光辉。他教会我们，
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个此刻的串联；所谓自由，无非是守护内心失去的能力。就像古歌王朝的心象师，在高原的寂静中观测银河；就像龙泉窑的匠人，守着千年不息的窑火。他们不追赶时间，却让时间在掌心开出了花。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再见。愤怒的冷处理。火气太大，不妨读读陶渊明，出自《读书苦乐》。窗外的白玉兰正被暴雨击打。杨绛先生的一生经历战火、批斗，至今永别，却始终保持着江南梅雨般的温润。诗人总将愤怒视作利剑，他却用百年光阴将其淬炼成针，既能刺破虚妄，又能缝合伤口，最终在冷处理中织就精神的韧度。以静制怒的功夫，让人想起了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如何处之？答曰：忍他，让他，避他，耐他。杨绛先生的冷处理，恰似鼓叉眼角的铜铃，任狂风大作，只以清音回应。陶渊明的诗行里藏着灭火剂。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回忆，被下方干校，那时一切生活皆是苦难，他却在心中默诵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的淡泊像一贴清凉伞，浇灭了屈辱燃起的怒火。当众人为不公拍案时，杨绛先生已经把怒火炼成了笔尖的星辰。现代人惯于愤怒肃然，社交媒体的口诛笔伐，职场的怨气积压，让人如同行走在火药桶上。但杨绛先生的冷处理哲学宛如古法陶窑，需先用文火煨3天3夜，再封窑许冷7日。他翻译的书稿卡壳数日，他却不温不火，反而笑称与书中斗智斗勇急不得。这种慢处理的智慧，让情绪在时间中沉淀杂质，就像紫砂壶养久了，沸水注入也能流出温润。冷处理的最高境界是让愤怒开成莲花。钱钟书病重时，某权威专家误诊拖延病情，杨绛未发半句恶言，却在多年后的散文里写道：医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当世界在热搜的怒火中沸腾，杨绛的冷处理哲学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光辉。他教会我们，最高级的愤怒是让情绪在沉默中结晶成盐，既能防腐，亦可入味。就像古琴的丝弦，绷得太紧一端，调制恰到好处的松紧，方能奏出幽兰的千古清音。毕竟，冷处理过的愤怒终将成为时间的琥珀。当我们在陶渊明的《菊香》里读懂了杨绛，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的怒火原来该用焚烧经济，而非灼伤自己的灵魂。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再见。毒与药，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杨绛先生说这句话时正将钱钟书先生的手稿残页一片片的拼贴复原。那些被虫蛀、水渍和岁月啃食的纸片，在他掌心渐渐显露出思想的脉络。诗人总将完美捧上神坛，他却用100年跌宕证明，真正的完满恰是学会与残缺共生。完美主义的毒性在于将人困于虚妄的进程。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述过这样一桩小事：寒冬腊月，被派去扫厕所，双手冻裂渗血，却仍然偷闲在烟盒的背面写诗。有人讥讽他：臭烘烘的地方能写出什么好文章啊？他只淡淡一笑：文章不必完美，但求字字从心。这种清醒恰似宋代汝窑工匠明知瓷器必待开片，仍以天青色为底色。真正的美从来不在无瑕中沉浮，而是在裂痕中觉醒。完美主义的解药
藏在接纳缺憾的慈悲里。钱钟书先生病重时，杨绛先生日夜照料。某日魏州不慎打翻瓷碗，她蹲身收拾瓷片，却对懊恼的丈夫说：“碎得好，正好凑成岁岁平安。”后来在我们仨中，她将丧女之痛写成万里长梦，字句间不见怨怼，唯有对命运缺口的温柔凝视。这让人想起了敦煌壁画，佛像的金漆剥落，露出底层粗犷的草稿线条，反而让千年后的我们触摸到了画工最初的虔诚心跳。现代人沉迷于完美的幻象，用滤镜修饰容颜，以人设伪装灵魂，借消费填补空虚。但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如一面铜镜，照见另一种可能。他蜗居简室，穿补丁睡衣接待外宾，面对作品被误读，他提笔注解，却声明仅供参考。这种不完美的坦荡，恰似苏州园林的秀漏瘦皱之美。太湖石的孔洞让风有了形状，楹联的斑驳使时光显出声响。完美主义最深的解药，恰似对生命本质的洞察。杨绛先生晚年整理手稿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涂改痕迹，却坚持保留每一处修正。思想的成长比结论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完美。站在人生边上回望，杨绛早已将完美主义活成了一首缺韵的诗。三只茶杯永远少两只，书稿里爬满修订的蚁群，窗台上水仙总是有一半早凋。但这些不完美恰似古琴的断纹，在岁月里沉淀出独一无二的清音。毕竟上苍不会让所有星辰同时闪耀，唯有点亮属于自己的那盏孤灯，方能照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戒感的艺术，我们各自安静生活吧。北京三里河的寓所里，阳光斜照在书桌上，茶杯氤氲的热气中，他为边界感写下最温柔的注脚，不是冷漠的高墙，而是如江南园林的花窗，既隔出清静，又透进光来。边界感的本质是精神的自治宣言。钱先生晚年谢绝一切拜访，杨绛先生在门口挂出遵医嘱敬仰的牌子，将喧嚣挡在门外。历史长河中，智者也是皆以边界铸造精神庙宇。现代人正经历边界崩溃的集体阵痛，社交媒体将生活切成展览品，大多数如盗墓贼撬开隐私的棺椁。杨绛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便树立了典范，他不用手机，不装电视，蜗居处除书与花别无长物。面对慕名者的礼物，他总说心意收下，物件请带回。这种留白的智慧，恰似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一舟一翁，满纸烟波。边界外的留白，让情意意境自显辽阔。边界的最高形态是流动的护城河。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描绘的家庭生活，堪称边界艺术的范本。钱钟书沉浸著述时，他绝不叩响书房的门。女儿阿元备课至深夜，父母只在门缝塞张纸条，写上“粥在灶上”。这种既通彼此又保留转身的余地。他说：“我们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谁也不试图改造谁。”真正的边界感，从不是对抗温暖。杨绛先生晚年为盲童录制有声书，将稿费捐作奖学金，却坚持隐去姓名。帮助不是施舍，该像春风过境不留痕。某年春节，邻居送来饺子，他回赠亲手晒的桂花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种边界恰似古琴的走手音，指尖离拳以后，余韵反而更加的悠长。当世界在我们过度分享中变得透明而脆弱，杨绛的边界感却是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清醒。他教会我们，真正的精神自由始于为灵魂画出圣所。
就像长安城里的西式与房墙，既容得下胡商的驼铃，又守得住汉家的月光；亦能如紫禁城的金水河，既倒映着飞檐的威严，又滋养着锦鲤的从容。站在人生边上回望，杨绛早已将边界感铺成无声的乐章。当我们在他的文字里读懂了各自安静生活的真意，或许便能明白，最高级的相处之道，恰似古刹晨钟与暮鼓，不必交融，自有回响。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拖延的哲学解药。书读不懂就暂且放下，明天再看自会懂得。杨绛先生在《读书苦乐》中写下这句劝慰，他用百年智慧将它酿成了解药，不是惰性的沼泽，而是让思想生根的沃土。拖延的本质是时间的发酵术，真正的拖延是以退为进的智慧。文革期间，杨绛被罚扫女厕所，却在每日劳作以后拖延着不写检讨书，反而偷闲默写着《诗经》。监管者逼催，他坦然道：思想改造急不来。这种拖延藏着文人的风骨，表面凝滞，实则让灵魂在困顿中长出根系。后来在《干校六记》中，他将这段拖延岁月写成了淬炼心性的修行。粪土堆里也能开出哲学的花。现代人困于即时满足的牢笼，短视频要秒懂，快递要当日达，连爱情都追求闪婚。但是先生的百年人生却如古法酿酒。他读黑格尔的小逻辑，3年才啃完。效益基尔布拉斯时，为了考证一个法国谚语，写信请教巴黎汉学家。这种拖延不是低效，而是让知识在时光中自然熟成。正如他在散文中写的，好书就像老友，得容人家慢慢开口。拖延与坚持的辩证恰似太极阴阳。面对7万余散乱的纸片，杨绛先生整理钱钟书手稿时，他定下规矩，每日只整理3个小时，余下时间用来遗忘。他说，赶着做完的事往往最经不起推敲，那些在岁月里自然浮出的答案，才是生命最本真的样貌。当世界在效率崇拜中气喘吁吁，杨绛先生的拖延哲学愈发显出了智者的从容。他教会我们，真正的成长需要留白，就像山水画中的云雾，不着一笔，反而群山巍峨，恰似古琴曲中的停顿，无声之处自有惊雷。毕竟有些问题的答案不在书页里，而是在合上书后窗外的鸟鸣中；有些领悟不在赶路的终点，而在歇脚时瞥见的野花里。杨绛先生用100年光阴写的这份拖延处方，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最急需的解药。允许自己等一等，让急流沉淀成清泉，让困惑结晶成智慧。正如春蚕吐丝，最美的绸缎总要经过几次看似停滞的蜕皮。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父母的逆向思维。我和谁都不比，只和昨天的自己比。窗外梧桐正落下当年的最后一片黄叶，他将日记本轻轻合上，如同合上一面可以照见虚荣的镜子。世人把羡慕当作鞭子抽打自己，他却将这种情绪练成梯子，不攀附他人的高墙，只搭建通向自我云端的阶梯。这就是杨绛先生。羡慕的本质是错位的望远镜。杨绛先生目睹了成分好的人免于被批斗，在那个年代，他却埋头继续翻译《堂吉诃德》。监管者讥讽他，别人在争前途，你在摆弄死文字。擦拭着旧镜片，先生温声回应，个人有个人的命途。逆向思维的秘钥是在于重置坐标系。钱钟书先生获评清华之龙时，杨绛先生正在图书馆啃着黑格尔的逻辑学。有人就揶揄，不羡慕丈夫的盛名吗？他笑指书中批注，昨日此处未解，今日豁然开朗，这才是要紧事。后来在我们仨中，
他写全家蜗居陋室的日子，我们仨各居一隅，各修各的圣业。这种将横向比较转为纵向深耕的智慧，现代社会深陷比较焦虑症，朋友圈的光鲜9宫格，让人在羡慕的泥潭之中是越陷越深。但是先生的100年人生如轻剑，不用智能手机，不置产业，我举出最珍贵的收藏是钱钟书先生批注过的字典。当外界用大师传奇定义他的时候，他只关心今日读书比昨日多悟得几分。这种定力恰似古琴家不较音量高低，只求悬于纸和的境界。逆向思维的终极形态是与时间结盟。晚年整理丈夫手稿，发现某边页注着此处存疑待查。他竟也是花了半月时间考证，最终在日记里写今日了却莫存一桩心事。他说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当世界存在这攀比之中气喘吁吁，杨绛先生的逆向思维哲学却是越发显得沉静。真正的成长是让羡慕回归本源，如春蚕不慕飞鸟，只专注每次吐丝的精进；似古松不胜繁花，只在年轮里沉淀自己的苍穹。站在人生边上回望，羡慕解构重组以后，便是他人的光芒可以是路标，但绝非终点。留给世间的启示，却也是生命最动人的进步，从来静默如深潭蓄水，而非喧哗似瀑布争流。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又几何，能有多少日子容许这样浪费？正跪在干校的泥地上拔草的杨绛先生，寒风卷着沙粒刮过他的脸颊，他盯着掌心挣扎的业绩出神。原来生命的任性从不在追赶时间，而是在如何将每一刻活成自己的史诗。后来在我们仨中，他将生死离别写成万里长梦，字句间不见仓皇，唯见对瞬间的深情凝望。真正的永恒恰似无数个此刻的串联。历史长河中，智者皆是与时间共舞的。现代人困在时间暴政中，社交媒体制造着35岁失业、40岁财务自由的集体恐慌，知识付费兜售3天学会5不逆袭的速成神话。杨绛先生的100年人生却如古琴曲幽兰，等它发芽或许要10年，是他将一颗桂圆核埋进花盆时说的话。真正的来得及，是对生命本质的臣服。晚年杨绛先生整理钱钟书先生的7万余页手稿，每日是工作3小时，雷打不动。有人也是劝他请助手加速，他摇摇头，读他的每一批快不得。这种慢恰似梁楚玉将雕微刻，5000年前的横刻，至今仍在诉说着慢即是快。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金金能有多少？每颗精金都是文火漫威的馈赠。当世界在倒计时中狂奔，杨绛先生的时光哲学却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清明。他也是教会我们破除来不及的幻觉。站在人生边上回望，杨绛先生早已将时间活成了一条静默的河。当我们学会如他那般在端流之中栽一株水仙，或许便能够明白，所谓来不及不过是贪心的代名词，而真正的圆满始于承认。此刻捧在手心里的光，已足够照亮整个永恒。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要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路。钱钟书誉满天下时，杨绛先生常被称作钱夫人，他却在译稿署名处坚持用本名杨绛。某次座谈会上，主持人殷勤递话：“您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钱先生吧？”杨绛先生摇了摇头：“我写《称心如意》时，莫存还在写《围城》，我们是各自完整的圆。”现代人正在陷入社交货币的炼狱，朋友圈精雕细琢的9宫格，职场里面的强颜欢笑以及附和，连亲子关系都成了晒娃竞赛。杨绛先生他蜗居检视时，穿补丁的毛衣见外宾，
拒绝以媒体冠以的大师头衔，甚至在100岁寿辰时闭门谢客，只是为了笑对钱钟书先生手稿中一个希腊的词根。这种不讨好的奢侈，便犹如在黑暗里沉没了千年、终成文明的星辰。段伟绝非是冷漠，而是对真我的慈悲。杨绛先生晚年为贫困学子捐出了全部稿费，却坚持匿名。当全世界在点赞和流量中卑躬屈膝，杨绛先生的段伟哲学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锐利。最高级的处世之道是让灵魂成为自己的庙宇，如同长安城的钟楼，不羡媚任何方向的风，却在12时辰里为众生报时。一如黄山迎客松，不因游人瞩目改变生长轨迹，峭壁上的舞姿反成天地大美。当我们在先生的文字里读自己的尺子，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的生命气象从来不是八面玲珑的完美球体，而是棱角分明的结晶体。每一道折面都反射着独一无二的天光。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钱钟书先生的旧围巾被杨绛先生细细地织补着，线头在指尖穿梭，仿佛缝合着记忆的裂痕。世人总将愧疚视为生命的暗疮，杨绛先生却用100年的沧桑证明，真正的释然不是抹去阴影，而是学会在光与暗这交织之中与自己温柔的和解。愧疚的本质是善意的回响，自我赦免的智慧在于接纳生命的褶皱。当钱先生病重之时，杨绛先生因为医嘱限制他读书而懊悔，直至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书页之间的批注：将在侧，此书方有光。历史长河，智者皆与愧疚共舞。现代人困于愧疚经济学，父母为工作陪娃少而焦虑，子女因不如人而愧对父母，社交媒体更是将愧疚赶量成模范人生的欠条。但是杨绛先生的100年人生却是如古籍修复。真正的赦免是让愧疚开花，善行若未赎罪，便失了纯粹。当世界在完美人设中自我鞭挞，愧疚不是灵魂的债务，而是人性的年轮。文革期间，杨绛先生因罪名连累女儿阿元下放农村以后，多年以后，他在我们仨中写道：我欠阿元一句抱歉。但是当女儿说笑说那些苦让我读懂了土地，杨绛先生才恍悟，愧疚若是良知的刻度，过度自逞变成了另一种傲慢。杨绛先生的好好活这句誓言是真正的完满，他从不是无瑕的词面，而是对懂了的词缝说：此处可生青苔。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统一的。杨绛先生用棉球蘸水擦拭钱钟书先生被批斗时摔裂的眼镜片，裂缝在镜面上织成蛛网。杨绛先生说，裂痕也能滤去一些刺眼的光。世人总以为敏感是易碎的瓷器，先生却用100年沧桑证明，真正的敏感者恰是能将裂痕化作光轨的匠人。以含忍为泥，以自由为釉，在生命的窑火中烧出独一无二的冰纹。现代社会将敏感污名化为脆弱，人们用社交媒体的喧嚣麻痹神经，用心灵鸡汤钝化感知，却不知真正的共情力恰似文明的火种。杨绛先生晚年蜗居简室，仍然是在为弄堂口修鞋匠的逝去而写悼文，为流浪猫的足印赋诗。他从风摇梧桐的节奏中听出了季节更迭，在药炉余温里触摸着时光纹理，这种细腻恰似古琴的丝弦。当杨绛先生整理钱钟书先生的遗稿时，发现某页批注：此处存疑，待与降商。他凝视着泛黄的书页，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灯光下2个伏案的身影如何用讨论纸挡住窗外的寒潮。他说，夫妻之间最珍贵的不是懂得，是不懂时仍愿倾听。这种带伤的留白
让思想的裂纹成了光束照进的地方。当世界在麻木与过激中摇摆，生存的哲学却愈发显出了预言般的光辉。先生教会了敏感者，真正的自由始终成于我痛故我在，如迸寒沙烁，任岁月搓磨，终成明月珠。若古寺铜钟，那风雨秀时，反天反阴沉。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早已将敏感淬炼成生命的棱镜。当我们在他的文字里读懂含忍的真意，或许便能明白，最锋利的自由往往以最温柔的姿态存在。就像他为钟书先生补了半个世纪的那副眼睛，裂痕未消，却替一个时代滤去了太多刺目的荒唐。世间万物皆可抛，唯有本心不可失。杨绛先生将一叠退稿信投入壁炉，火舌卷过纸页的瞬间，他转身沏茶，仿佛烧掉的不是心血，而是枯枝。诗人总将执念视为勋章，他却用百年岁月将其拆解，不是秉绝热爱，而是让本心如古琴丝弦，松紧得宜，方能奏出清音。松绑之处在于明、简与根。钱钟书病危时，杨绛先生说道：“让该走的走吧，我们还有星辰要数。”后来在我们仨中，他写：“放手不是无情，是还他自由身。”历史长河，智者皆以松绑成就永恒。文字有命数，那些被退回的译稿，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之中成为了经典。现代社会正被执念经济绑架，人们仿佛西西弗斯对着无形的巨石。松绑的真谛是让执念化为养料。7万一份语稿，发现某处写着此处理解有误，先生便不掩饰粉，特意是存一卷，收录错漏。错处照见真性情，比完美更珍贵。执念若是种子，就该埋在土里，而非攥在手心。世界在必须拥有的焦虑中窒息，杨绛先生的松绑哲学却显出了先知般的通透。真正的坚守不是握紧，而是释怀。如同长安城里的胡商，卸下驼队重负，方见丝绸之路的光明；亦如黄山云雾，不执着停留在某处山峦，反而成就了千山幻境。杨绛先生将执念活成放风筝的手艺，线轴始终在手，却任由纸鸢在流云嬉戏。当我们读懂了它，可抛万物不丢本心的深意，或许便能够明白，生命最动人的飞翔，从来需要逆风的托举与勇敢松手的勇气。人间种种执念，松一松，反而能够飘向更远的苍穹。有其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不懂你的人何必解释。北京深秋的日光透过窗棂，纸屑如雪片纷飞。先生转身继续教义裴多篇，仿佛那些被肢解的文字不过是无关的落叶。诗人总在解释中寻求认同，先生却用百年孤独证明，真正的懂得从不在舌灿莲花，而是在静默时的心照不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出版以后，读者争论方鸿渐究竟是谁。杨绛本欲撰文说明，却被丈夫拦住。书如孩子，出生后自有命途。先生遂将万字长评锁入抽屉，30年后作为附录发表。那些为其解释的空白，反让作品生出更丰饶的诠释空间。历史长河，智者以寡言破直。解释癖的泥沼已经让现代社会深陷。朋友圈的9宫格要配小作文，职场失误需要万字检讨，连爱情都变成了证明题。真正的懂得是灵魂的默片。杨绛与钱钟书留学牛津时，常在图书馆各居一隅，目光相遇时举书示意，便知对方发现佳句。晚年整理丈夫手稿，见某页上画着戴眼镜的小象，她不注释不考证，只添几笔白发。莫存笑我老来俏，这般默契让人想起了伯牙子期的琴声，弦外之音何须言语翻译。当世界在解释中变得苍白喧嚣，
沉默哲学愈发显出智者的光辉。他教会我们，最高级的表达恰似见满月不说月，只虚空不变空。如同长安城里的晨钟，不诉衷肠，却唤醒众生；亦如敦煌藏经洞的典籍，封存时不着一字，重启时字字惊天。杨绛先生早已将解释的欲望凝练成沉入湖心的诗字，当我们在他的文字之中读沉默的深意，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懂得从不在言语的罗网中，而是未说出口的晨光与暮色之间。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20集，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伏案整理钱先生的读书笔记，泛黄的纸页间，蝇头小楷如星斗密布。他轻视老花镜片，仿佛擦拭一面照见时代病灶的明镜。世人总将信息匮乏视若愚昧，先生却用100年洞见揭示，真正的蒙昧恰似淹没在碎片洪流中，却自以为博学的荒诞。排毒之要，守在择一而终。钱钟书治学有叩石啃壤之欲，每日限定读20页书，但必作6000字笔记。历史长河之中，智者皆以专注破信息迷雾。现代社会上演着知识的暴食症，短视频将战争与和平炸成3分钟，付费课程兜售量子力学速成，连爱情都变成了算法匹配的游戏。而杨绛先生的100年人生却如古法煮茶，读黑格尔的小逻辑3年方毕，真正的解读即是让信息沉淀为骨血。杨绛先生在《干校6记》中回忆说，寒冬深夜，他被勒令写检讨，却借着月光重读庄子。当世界的信息在泡沫中膨胀，杨绛先生却愈发显示出先知般的清醒。他教会我们，抵御洪流不在筑高墙，而是在深掘井。先生将信息过载活成了筛米的竹匾，拂去阳壳，留住的才是滋养生命的精米。当我们学会如他般少读而精思，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云端下载，而在血液中沉淀。恰似钱钟书批注的典籍，一边空白处的3言2语，抵得过图书馆的万千馆藏。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真正的平静来自于内心。北京3里河的寓所外正喧嚣如市，记者、访客、拜访者在楼下徘徊。先生轻轻拉上了蓝布窗帘，将一方书桌围成了孤岛。茶壶在炉上低吟，钢笔间摩挲纸页的沙沙声里，他为社交疲劳开出了一剂古方，不是避世的盾牌，而是将内心修成桃源，任门外车马喧嚣，自有云起云落。社交疲劳的根源在于把心气当祭坛。钱钟书先生在著书之时，杨绛先生独自坐在廊下织着毛衣，学生好奇，不觉得冷清。先生指了指竹篓里的线团，毛线和思想一样，缠绕时孤独，展开后温暖。后来在我们仨中，他写尽生死离别，却将最痛的思念化作万里长梦。真正的相伴不在推杯换盏，而在灵魂的隔空共鸣。历史长河中，智者皆以内观破社交迷障。现代人困于社交表演的假面舞会，朋友圈的9宫格精心排布，职场寒暄需要计算校文的弧度，连亲子时光也都沦为了晒娃的素材。真正的平静是让社交回归本真。花开时未遇，风干后相逢，恰似缘分。写作如栽花，莫问旁人香不香。社交活动与松足的唱和，不必纠缠枝叶，保持适当的距离，反能听见风过林梢的清音。当我们学会如先生一般，在内心修篱种菊，或许便能明白，真正的平静不是摒弃世界的喧嚣，而是让心成为一面湖，
任群鸟掠过，云影徘徊，湖心始终映着属于自己的月光。人虽渺小，人生虽短，但人能学，人能修身。杨绛先生写下这行文字之时，正在俯身整理钱钟书先生的手稿残页。九旬高龄的他，指尖抚过那些被重铸式的希腊文批注，仿佛在触摸人类知识的边界。渺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在书页的褶皱间悄然和解。自我否定的本质是未完成的雕塑。破局之时，在书页间觉醒。钱钟书先生病逝以后，杨绛先生独居卧室，开始自学古希腊语。先生戴上老花镜，正是要借陌生文字照见自己的无知。修身即破茧，以日常为道场。清晨功课，冷水擦身，诵读诗经，侍弄窗台野菊。某日摔碎茶壶，先生蹲身收拾残片时，忽有所悟：器物尚需日日复试，何况人心？将这种自我否定融入日常的修行。历史长河中的微光启示：当社交媒体将自我否定发酵为焦虑商品，当躺平与内卷撕裂当代人的精神，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就如古刹钟声。人生回望，杨绛先生早已将自我否定活成了攀登的云梯。当我们在他的文字里读懂了渺小中的伟岸，或许便能明白，真正的破局从不在碾压自卑，而是在自卑化作耕犁，不毁肉身沉重，反借势误入苍穹。一如古贤的断文，不掩痕迹。毕竟最坚韧的修行，恰是学会了破碎处种下不死的月光。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23集，过去的就让它彻底过去。人世间真正的清醒，不是对往事的无尽拆解，而是学会在时光的裂缝之中播下新种。智慧在于明辨，醒察与沉溺。眼泪若是珍珠，就该串成项链，而非埋成坟墓。智者皆以遗忘成全新生。反思强迫症，朋友圈的深夜的小作文，心理咨询师的往事挖掘，自媒体对原生家庭的无限归因。先生的百年人生，却是如他在整理钱钟书先生的手稿时那样：见眉注此处理皆有误，不删不改，反在旁边画个笑脸，错边错了，留与后人说。这种不悔其的洒脱，便是真正的放下，是让往事化作阶梯。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扫厕所的岁月，不写屈辱的细节，却记下了某日偶得野菊。粪土堆里开出的花，比暖房里的更懂春风。有一个读者追问，为何不控诉？先生回信曰：控诉是往伤口上撒盐，而盐该用来腌制光阴。那种能够将苦痛化为养料的能力，让人想起了古法铸铁，千锤百炼的剑身，最后一道工序必是进入冰水淬火定型。当世界在复盘和悔恨中循环，先生的哲学愈发显出先知般的清明。停住反思的脚步，不是对历史的背叛，而是对未来的托举。先生早已将往事活成了前行的周记，当我们在他的文字里读懂彻底过去的真意，或许便能够明白，生命的拓荒从不在修改来路的车辙，而是在未开垦的荒野种下第一粒麦种。毕竟月光从不因照过残垣而暗淡，反在断壁上流淌出更加苍凉的诗意。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情感勒索免疫，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透。这句话是在杨绛先生的《隐身衣》一文中。情感勒索的毒刃源于对价值的误判，先生却用百年孤勇证明了真正的免疫不是筑起高墙，而是让灵魂轻盈如风，任他人投石，只荡出清月回响。先生
在被勒令揭发钱钟书时，他提笔写下：“他读书时爱啃指甲。”于是我们知道，免疫的秘药在于自我归零的勇气。钱钟书先生誉满天下的时候，杨绛先生被称作钱夫人。有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人献媚：“您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钱先生了吧？”先生摇摇头：“我写《称心如意》时莫存还在写《围城》，我们是各自完整的圆。”后来在《隐身医治》中，他将这种态度提炼为甘心当零的哲学。归零不是自贬，而是腾出内心的秤杆，让他人的砝码无处可压。历史长河中，智者皆以无我破执，那现代却是陷入了情感高利贷的泥沼。朋友圈道德绑架式的点赞，职场为你好事的操控，家庭中愧疚经济。先生百年人生却是如真正的免疫，是让勒索者无而可雕。当世界在情感绑架中气喘吁吁，先生的免疫哲学却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锐利。他教会我们，最高级的防御不是唇枪舌剑，而是修成无我之境。归零，先生早已将它活成了生命的诗行，在他的文字之中读懂了隐身医的真谛，或许就是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由是让自己透明如空气。他人挥拳落空时，我们早已化作穿堂风，携着书页与茶香，径自吹向更辽阔的晨昏。5集，人生实苦，但终会自渡。100岁老人的指尖抚过泛黄的纸面，虫蛀的孔洞隐约可见，斑驳的裂痕被视为了时光的掌纹。世人总是在追问存在的意义，先生却用100年沧桑熬煮出一剂良方。焦虑如茶，唯有以岁月为壶，方能在沸腾后沉淀出清澈。焦虑的根源在于对永恒的执望。先生说，露珠以为自己会摔碎，却不知坠落才是它的圆满。人把自己看得太重，天地便显得太轻。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智慧。稀释之要在于将苦楚酿成蜜。在后来我们仨中，先生将生死离别写成万里长梦，字句之间不见哀嚎，唯有对苦难的诗意蒸馏。现代人正在被这意义焦虑灼伤着。社交媒体上人生赢家的幻影，只是付费兜售的认知捷径，让存在本身沦为待优化的数据。杨绛先生的100年人生却是如那汝窑的瓷器一般，他蜗居简室，穿补丁毛衣见外宾，在无人问津的黑暗里蓦然生长出文明的光。真正的稀释是与生命签下和解书。杨绛先生晚年在整理丈夫遗稿时，见某处边角注有此处存疑，他不填不补，反而在旁边画上笑脸，留点缺口，光才能透进来。对不完美的接纳，让人想起了梁朱玉匠雕刻神威。当世界在意义的荒原上奔走呼号，先生的生存哲学愈发显出了成名之境。稀释焦虑从不需要宏大的答案，只需要在每一个此刻栽下微小的确信。先生早已将存在性焦虑活成了一场静默的丰收，让我们在他的文字里读懂了自渡的真谛。生命最动人的部分，恰似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晨光中翻开半卷残书，黄昏时与流浪猫分食饼干，深夜里听见落雪窗棂的清响。人世间的深刻意义，亦不在追索答案，而在活成答案本身。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26集，声明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世人总将声明视作冠冕，先生却用100年的光阴将其拆解。虚荣如蝉鸣，真正的智者懂得在喧嚣之中听清自己的心跳。虚假的聒噪源于对存在本质的误读，降噪之要守在识破金缕衣的虚妄。当钱钟书先生誉满学界的时候，杨绛先生坚持用本名发表作品。某一次访谈，记者追问作为钱夫人如何平衡事业家庭，他微笑着纠正：“我是杨绛，写《称心如意》时莫存还在写《围城》，
后来在隐身医中，他将这种态度提炼成哲学。真正的隐身医不是籍籍无名，而是让生命透不过灵魂的茧。历史长河中，智者皆以寂寞破虚荣。现代社会正在陷入虚荣共振的一个漩涡，社交媒体的点赞狂欢，奢侈店里的符号崇拜，连知识都沦为炫耀的徽章。赞美若是石块，星湖早该淤塞。封存时不加提拔，重启时字字惊鸿。真正的降噪是让声明回归工具本质。声明若不能兑换成思想的火种，便是最华丽的废纸。当世界在虚荣的泥沼中沉浮，先生的智慧却愈发显出了成名之光。他教会我们，生命的价值从不依赖他者的掌声，恰似黄山迎客松，未闻赞美，仍向悬崖伸展苍劲。人生边上的回望，先生早已将生命活成了书页间的批注，轻轻一切，便见真章。而那些真正不朽的，从来静默如深潭映月，不借东风，自成圆满。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27集，我和谁都不争，因为最值得争的只有自己。泛黄的纸页间，批注如藤蔓交错生长，先生却未强行顺理每一个枝节。真正的掌控从不在勒令万物臣服，而在于修得一颗观其不语的心。控制欲的爆裂源于对无常的恐惧。书若真金，火淬更亮，若是废纸，烧了也就罢了。杨绛先生目睹了有人为了保证藏书，连聂挖地3尺去筑暗阁，而先生却将真本摊在院中，任造反派撕扯。这种对失控的坦然，恰似敦煌绘画之中涅槃经变。驯化之术在于将铁腕化为流水。历史长河中的驯服者，现代人呢是困于精准暴政。智能手表切割时间，大数据预测喜好，连育儿都成了精密的实验。真正的驯服是在于让控制欲反哺修行。先生晚年整理书稿时，提笔补注，让后来者栽花。当世界在算法的缰绳下疾驰，先生教会我们，最高明的掌控从不在驾驭外物，而在于灵魂松绑。回望100年，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的力量是让执念化作穿堂风，吹乱书页时不恼，拂过茶汤时不晚，只在某个晨昏，忽然惊觉心上尘埃已被轻轻带走。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8集，乌云镶着金边。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先生写下这个比喻。他此时正跪在干校的泥地里拔草，阴云压着远处的山脊，他盯着草叶上的露珠出神。原来最深的黑暗里，光早已经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真正的解药的真谛是在废墟里种花。先生在我们仨中写丧女之痛。阿元的毛衣织到一半，毛线虽断，针脚还在。历史长河中的金边寻觅者，现代社会呢正在贩卖着受害者勋章。媒体在哭诉，职场的背锅人设呢也是藏人沉迷在悲情的角色里。真正的解药是让伤口长成观景台。断尽处的新芽比从前的花更有看头。这种对创伤的诗意转化，让人不禁想起了黄山的梦笔生花。当世界在自怜的泥沼中打滚，杨绛先生的金边哲学愈发显出了成名的光。他教会我们，乌云的存在不是为了遮蔽太阳，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凝视光的形状，如同敦煌月牙泉。我们在先生的文字中读懂镶金边的乌云，或许就是明白了，真正的救赎从不在逃避阴影，而是在以贵姿捧起尘土时，发现掌纹闪烁着金沙，那原来是岁月打磨出的独属于勇者的星辰。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不要用别人的期待绑架自己。先生将一叠未回复的读者来信轻轻地推至桌角，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先生低头继续校对裴多篇，
仿佛那殷切的期待不过是掠过书页的风，吹起了书角，却撼不动心毛。世人总是在承诺之中寻找存在感，先生却用100年淡泊证明，真正的自由始于对过度的断舍离。过度承诺的病灶是灵魂的透支，止损之要在于勘破好人债的陷阱。历史长河，智者皆以拒绝成全永恒。现代社会深陷承诺通货膨胀，社交软件里的有空约饭，职场中的保证完成，连亲子关系都沦为了 PPI 考核。真正的止损是让承诺回归本真。他说，眼泪若是珍珠，就该串成项链，而非埋成坟墓。当我们在承诺的泥沼之中越陷越深，先生的智慧告诉我们，最高级的承诺从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毕竟真正的信用从来不靠言语堆砌，而是在静默之中自成宇宙。一如我们仨中未完成的家书，留白处尽是无声的深情。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真正的内耗从来不是外界的喧嚣，而是心灵深处无休止的自我绞杀。内耗的根源是思想的空转，笔触越是专注，越是能够抵住外界的狂风。后来在《干校6记》中，先生写道，手脚忙着，脑子反而清静。自测之法守在辨明思考与空想。现代人正在陷入颅内狂欢的困局，社交媒体、软件轰炸，知识付费5分钟哲学，让人是坠入信息的迷雾。真正的自测是让思想落地生根。先生晚年为青年开列书单，特别标注每日读10页，胜似刷1000条。当世界在奴类剧场自我消耗的时候，先生的生存哲学是教会我们降低内耗，不在清空念头，而是为思想找到归处。那些灼烧的痛楚终让灵魂显出了晶晶的橙色。当我们在他的书页之中完成了这场自测，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的清醒从不在思想的暴风雨中挣扎，而是在每个晨昏为自己留一片深耕的泥壤，种字栽花，静待破土的心律盖过荒芜的喧嚣。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31集，走好选择的路，别选好走的路。纸页间密布的批注如同经济丛生，先生将每一处勾画视为拓荒的离痕。世人总将代价视为选择的负累，先生却用100年步履证明，真正的清醒是敢于让双脚扎进荆棘，在疼痛之中走出自己的史诗。代价的本质是灵魂的拓荒水。我们正在陷入代价恐慌症，社交媒体贩卖着逆袭神话，知识付费兜售着极境地图，连爱情也变成了大数据匹配的速食游戏。先生的100年人生却如同宋代君尧的尧辩，他拒绝为围城写续集，哪怕稿费如山。故事该在哪里结尾，就让他带着缺憾永恒。先生晚年蜗居简室，将毕生的藏书捐献给国家，为留下一方砚台。占有越多，自由越少。真正的选择智慧是让代价长成根系。先生指着窗外白玉兰，花开不为结果，芬芳已是圆满。在我们仨中，丧亲之痛成了古驿道上的跋涉，字句间不见悔意。若怕失去，就不敢紧握，人生便只剩空掌纹。世界在性价比的算计之中已是患得患失，先生却教会我们，最高级的活法是把自己活成一座天平，一端压上选择的重量，另一端托起了生命的质感。如同大漠胡杨，以扭曲身躯为代价，换取地底30米的生根。先生将代价活成了生命的篆刻，在他的文字之中，我们读懂了选择的深意。或许真正的路从不在脚下，而在每一次拒绝。好走时挺直脊梁里，
以沧桑作悲，在每一步破碎中走出完整的自己。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第二集，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原来缺憾也能筛选星星，世人总将残缺视作命运的败笔。先生却说，真正的圆满恰似学会与裂痕共舞，让每一次破碎都成为光的通道。残缺的真相是圆满的倒影。文革期间，先生被罚清扫厕所，每日与污秽为伴。某日见墙角水泥缝隙之中钻出了野鸡，先生蹲身细语，原来残缺处才是生命的豁口。后来在《干校6集》中他写道，完美如琉璃盏，端着战战兢兢，残缺似粗陶碗，倒容得下滚烫。幸福的密码在于修补书中。钱先生离世以后，杨绛先生将他的眼睛摆在书桌上，颈腿断裂处缠绕着细线，来访者亦是唏嘘凄凉。先生却说，线头里藏着莫存修眼睛时的嘟囔，如今听来比情诗更动人。女儿阿元的毛衣未织完，他将毛衣绕成了书签。有些陪伴未完成反而更长久。现代人困于完美暴政，真正的幸福力是让裂痕生出根系。困难时期，全家分食3粒花生米当年夜饭，最大那一颗被他悄悄摁碎，碎渣反得多嚼几口香。当世界在 PS 的幻象之中粉饰太平，残缺的哲学愈发显出了成名之光。先生说，最高级的圆满从不在无瑕的白壁，而在裂痕处漫生的青苔，如同黄山在断崖处的伤口扎根。先生将残缺活成了生命的纹理。当我们在他的文字之中触摸那些重铸的纸页、未完成的毛衣、缠着胶布的眼睛，或许就能明白，真正的幸福是允许月光从残角处倾泻而入，让每一道伤痕都成为银河的支流。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第33集，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先生跪在干校的泥地里拔草，指甲缝里嵌满了污垢，掌心被草叶割出细痕。先生却如这般卑微处，窥见了人间最澄清的镜像。低俗的本质是真相的显影液。历史长河中的低谷淘金者。现代的社会正在沉溺于高光崇拜，社交媒体将成功简化为9宫格精修，职场文化鼓吹永不下行，连教育也变成了逃离低俗的竞技。先生的百年人生像是战国错金的银铜器，在黑暗里尘封千年，重启时字字惊离。真正的认知跃迁始于对卑微的臣服。先生说，站在谷底仰望星空，每一颗都更亮些。当世界在攀爬中气喘吁吁，先生却显出了先知般的洞见。他教会我们，命运最慷慨的馈赠往往藏在最底处的暗格。我们在他的文字之中读懂了隐身衣的暗喻，却也更能够明白，真正的智者从不逃避低谷，而是将自己化作一枚玉蝶，套在命运弓弦上的扳指，愈是紧绷时刻，愈能校准箭矢，飞向星辰的轨迹。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悲伤的淬炼价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先生说，真正的修养从不在风平浪静中生成，而是在让悲伤的火焰反复淬炼之后，直至灵魂现出晶晶的底色。淬炼的本质是让泪水结晶成舍利。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先生写下，眼泪若是珍珠，就该串成项链，而非是埋成坟墓。将屈辱淬炼成自省的智慧，恰似那在战火之中修复的壁画。每一道裂痕的修补，都是在加深对慈悲的领悟。先生说，悲伤若只是洪水，终会冲垮堤岸，若是早取引流，反能灌溉心田。
真正的淬炼是让悲伤长出根系。先生说，花开不为结果芬芳，已是永恒。先生又说，错处照见真性情，比完美更珍贵。当世界在计时止痛之中逃避阵痛，杨绛先生淬炼哲学愈发显出了先知般的锐利。他教会我们，最高级的修养是允许悲伤在灵魂深处慢炖，如同龙泉剑在冷热交替中生出双刃。人生边上，先生回望，悲伤已经成了生命的托引术。当我们在他的文字之中触摸到那些泪痕浸湿的纸页，裂而未碎的眼睛，未完待续的家书，或许就能够明白，真正的永恒从不在无瑕的白壁，而在于每一道灼痕里生长的光。毕竟人间最亮的星辰，皆是苦难的灰烬中升起的火。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呼啸如野兽嘶嚎，他将冻裂的手指贴近油灯，火光在墙上印出巨大摇曳的阴影，却是照不散他眼底的惊。真正的无畏，从非无视恐惧，而是将恐惧断成第十，在磨砺之中养出定海神针般的魂。恐惧的本质是未驯化的野马。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中，他写道：怕自心头过，不揭便是科。这便是将恐惧客体化的智慧。驯服之术在于化身为渊。恐惧若洪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化作镜湖，照见本心。现代社会正陷在恐惧通胀之中，社交媒体贩卖焦虑，职场35岁诅咒，育儿也变成了规避风险的精密实验。先生晚年独对空屋，笑指窗外梧桐，叶落是树在练习告别。这种向死而生的坦然，是真正驯服了恐惧。先生在晚年，女儿病逝，不渲染悲痛，却记得阿元的儿时去世。他将药片埋进花盆，说要种出糖果树。世界在战战兢兢之中患得患失。先生教会我们，最高级的智慧是让自己沉潜为渊，任恐惧的碎石不断坠落，却如深潭底部凝成温润的卵石，如同大漠胡杨，以扭曲之姿驯服风沙，在年轮里写下3000年的生存史诗。人生边上，先生回望，恐惧是活成生命的磨刀石。在他的文字之中，触摸那些暗夜中的墨迹，寒风中的笔触，或许便是真正的明白，无畏不过是学会了与恐惧作对演茶。你看他张牙舞爪，你见他不动如山，待到水中水沸，化作一缕青烟，散入星辰起落的永恒循环。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残叶边缘的批注戛然而止，像是一支断弦的古琴，先生却在这突兀的休止符里听出了别样的韵律。真正的圆满，从不在无瑕的完满，而在遗憾的留白处生出万千可能的根系。在干休6集之中，先生写道：花开过即是永恒，何须结果？这种对遗憾的失意的接纳，却是与佛陀的慈悲交织成了新的经卷。留白的美学是以缺憾为墨。我们正在陷入完满的焦虑，社交媒体的9宫格必须是严丝合缝，职场简历容不得半年的空窗，连爱情也变成了精准匹配的数据游戏。先生的100年人生却如同宋代的汝窑开片。真正的留白是让遗憾长成气口。思想的呼吸比结论更加重要。当世界在完美强迫症中疲于奔命，先生的留白哲学却显出了成名之光。先生说道，最高级的人生艺术是允许遗憾成为生命的透气孔。郑可荣清风穿过，走出天籁，恰似黄山云雾，不填满山谷，反在虚空中蒸腾出幻境万千。先生将遗憾概括成未盖亲印的画卷。当我们在他的文字之中触摸那些温润的缺口，或许便能够明白，真正的完整恰似由无数个未尽之事织就。未说完的话凝成露珠，
未走完的路化作新轨，未实现的梦长出翅膀。毕竟人间最美的月色总要印在曲角的瓷碗里，方能照见圆满二字背后那浩瀚无垠的留白。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37集，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的捷径。真正的快乐从不需要满汉全席，而是学会在粗茶淡饭之中尝出岁月的回甘。快乐的本质是欲望的减法。先生说，甜味只在舌上只有一瞬，但分享的暖意却能存进骨头。饿时一口窝头，胜过饱食满桌珍馐。这种将需求降至生存本真的智慧，也许反而能够让我们明白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奢侈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龙，网红餐厅靠滤镜揽客，连幸福都变成了需要打卡的 KPI。 先生穿着补丁的睡衣，却将稿费全数捐助学童。面对媒体冠以大师的头衔，他摆手笑道，我不过是文字工匠，哪里配得上金匾高悬。真正的降维是让快乐回归感官。先生在杂艺与杂写中记录了3颗花生米。饥荒岁月，全家分食3颗花生米当年夜饭，他将最大的那颗悄悄捏碎，碎渣反而多得几口香。当世界在物欲中喘息，杨绛先生的哲学却愈发显出了先知的成名。他说，最高级的快乐从不在云端起舞，而是在泥壤中深深的扎根。先生将快乐活成了极简的诗行，半盏残茶里的春秋，2行批注间的对话，3颗花生碎中的盛宴。当我们在他的文字之中读到了知足的真谛，或许就能明白，真正的丰盛不过是学会为灵魂卸载，减去10丈软红，加上1寸清明，卸下黄金枷锁，戴上草编指环。毕竟人间最动人的光芒，总要等待夜幕降临，才能够看清星辰如何用最简单的闪烁注解整个宇宙的浪漫。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杨绛哲学中的精神减法。洗澡一文中，钱钟书夫妇在时代洪流之中守护着一方书斋。杨绛用知足常乐4字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不是简单的随遇而安，而是一场关于精神维度的哲学思辨。当物质世界以几何级数膨胀时，唯有主动降维，才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守护心灵的完整性。先生的降维智慧首先体现在对物质世界的解构。我们仨中，3里河寓所的白墙木桌构成全部的生活图景。这种极简主义不是贫困的妥协，而是对物质符号体系的主动剥离。正如他在干校劳动时将粪池称作五谷轮回之所，这种语言的游戏消解了物质附加的等级观念，让清洁与污秽回归自然本质。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恰建立在对物质维度的俯视之上。在精神领域，先生创造了独特的降维生存术。面对时代巨变，他将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比作在砖石缝里种花，把恢宏的理想分解为每日500字的微小刻度。这种将精神追求降维可操作单元的策略，使他在风暴的中心保持认知坐标的稳定。这种降维最终通向认知维度的跃升。走在人生边上展现的晚年思考，将百年沧桑沉淀为人生实苦需要练的终极认知。当世人追逐多维度的成功时，先生却通过不断的精神减法抵达本质，把名誉降维为虚影，将苦难转化为养料，让生命回归到坐在人生边上的观察者姿态。这种看似消极的退守，实则是穿透现象直抵本质的认知升维。元宇宙和人工智能重构了人类认知维度的今天，杨绛先生的降维智慧展现了预言般的洞见。当数字洪流试图将人类意识拆解成数据碎片时，主动降维不是怯懦的逃避，而是以退为进的认知策略。
正如全息投影需要二维介质承载三维信息，人类精神的完整性或许正依赖于这种自觉的维度管理。在信息过剩的时代，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如何按下认知的暂停键。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第39集，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杂艺与杂写中这句看似平淡的箴言，实则是杨绛先生淬炼的毕生智慧。在欲望如量子纠缠的复杂的现代社会，不想攀高并非是消极避世，而是将混沌的情绪光谱分解为单色光的精神实验，通过降低情绪颗粒度，让心灵在风暴中保持澄明的光谱与分辨率。先生的情绪降维始于对欲望波长的主动过滤。干校6集之中，菜园对话，知识分子在锄地间隙讨论《红楼梦》版的文学，将生存焦虑转化为学术考据的精准刻度。这种将宏大苦难分解为具体问题的智慧，如同塞涅卡将恐惧情绪装进哲学概念的容器。当世人沉迷于欲望的光谱分析时杨绛先生选择用认知棱镜将七情六欲折射为单纯的工作波长。在情绪密度最大的时候，杨绛先生展现出了惊人的颗粒度控制能力。这种情绪管理最终通向了认知维度的跃迁。我们仨中失散与重逢的叙事，将绵绵60载的悲欢压缩成驿站古道的隐喻空间。现代人呢，用高清镜头记录每一个情绪像素，杨绛先生却是如画家一般，用留白来经营情感景深。在欲望的像素战争之中，智者懂得给情绪打上马赛克，让心灵保留观看世界的柔焦镜头。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40集，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读书苦乐中这句轻盈的比喻，便是先生对书本的认知。那些泛黄的纸页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让破碎的自我在文字的褶皱中重生的火炬。在干校劳动时，先生被派去清扫废纸库，在成山的批判大字报下，他发现半册《楚辞》的封面已被撕去。此后每天提早到岗，躲在纸堆里抄录，翻译堂吉诃德的《十载春秋》。先生常在深夜与塞万提斯对话。丈夫女儿熟睡以后，他伏在缝纫机上推敲词句，老是台灯将身影投在墙上，恰似骑士与风车交战的剪影。某夜一直哭丧着脸的骑士独白，忽闻窗外北风呼啸，恍惚间竟与400年前的西班牙作家共披一件破斗篷。这种隐身串门的奇妙体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译者如媒婆，牵着作者与读者的手，在自己心头走个来回。钱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将2人笔记按年份装订成册。先生抚摸着卷边书页，每道折痕都是回家的路标。在我们仨中，他将这种阅读体验比作古驿道上的相聚，离散的时空在文字里重获团圆。先生说，当现实的围墙困住肉身，文字便是凿壁的微光。每个书页翻开的深夜，便能听见他在走在人生边上的余韵里低语。真正的归宿不在他处，而在字里行间筑巢。41集，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窗外的梧桐叶黄了又绿，3里河的老房子里，一位银发老人正在伏案写作，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像极了岁月在宣纸上晕开的墨痕。这是98岁的杨绛，笔下的文字依然清透如晨露，仿佛那些惊涛骇浪的岁月都成了砚台里被映开的往事。人们总说他是乱世里的大家闺秀，却不知他曾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在干校的楼梯里偷偷翻译堂吉诃德。冬夜寒风从墙缝钻进来，他裹着褪色的蓝布棉袄，把冻僵的手指放在嘴边喝气。那些年，多少文人把笔折断在牛棚的泥地里，他却把苦难熬成了墨，在粗劣的草纸上写下乌云镶着金边的注脚。
先生说，心里头住着园丁，杂草就长不起来。晨光爬上他织锦缎的旗袍，领口的盘扣依旧端庄如初。那些说岁月从容馈赠的人，怕是没有见过先生5点对镜梳妆的模样。白发要梳得纹丝不乱，就像校对书稿时容不得半个错字一样。如今走过史家胡同，常常想起老人说的世界是自己的，看墙角卖糖画的老匠人专注地浇着糖丝，忽然懂得杨绛的智慧。生活给的黄连，有人熬成苦药，他却酿成了回甘的茶。那些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风雨中学会了给灵魂打伞。正如深秋的荷塘，莲蓬低垂不是示弱，而是把风雨都酿成了莲子的清香。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42集，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100岁老人杨绛先生仍然保持着清晨5点研墨的习惯，砚台边堆着读者的来信，先生却只取素笺2、3张，像是采茶人只接枝头最嫩的芽尖。这个信息如暴风雨倾盆的时代，他却活成了一泓清泉，用100年光阴践行着简朴2字里藏着的生命减法。滤去浮墨，方见真味。世人也总是把简朴误解为清贫，却不知先生的淡雅之中藏着丰盈的季节。先生的哲学是给精神装上滤网，任它信息洪流滔天，只取那几瓢滋养心灵的活水。在书信往来的年代，杨绛先生的书桌总是摆着裁好的素笺，给钱钟书写家书，他不用实心的钢笔，偏用少年时的狼毫小楷，墨痕干得慢，反倒让每个字都带着思念的温度。先生说，心里装不下太多热闹，就像青花瓶插不得满把野花。暮年独居，他的书房变成了信息孤岛，没有智能手机，不看电视新闻，窗台上永远摆着当季的野花。记者追问对时政的看法时，先生指着案头未完成的洗澡续篇，我正忙着给书中人找归宿呢。这份专注让人想起了深山的古寺钟。如今我们手机里躺着千万条未读信息，却找不回杨绛先生那代人拆信时候的郑重。或许该学学老人晒书时的细致，每年端午把书搬到院子里，逐页地翻开，抖落灰尘，让阳光杀死潮霉的往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午夜，每个刷屏的手指都该听听100岁老人的提醒，给精神留白，才能让月光在心灵纸面上晕染出诗意。就像他晚年常穿的素色旗袍，最美的花纹不是绣出来的，是岁月沉淀的光泽。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第43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紫砂壶嘴腾起袅袅白雾，98岁的杨绛轻抿着茶水，茶汤映着窗外飘落的槐花。当记者问他对文坛沉浮的看法时，先生说，我只是一滴清水。这句话仿佛是像初春解冻的溪流，漫过满是茶香，冲散了文人雅集里经年累月的脂粉气。先生一直守着他的纯粹，那些喧哗的理论泡沫终将在时光里漏进虚张声势的彩虹。镁光灯成为现代文人标配的年代，杨绛先生始终保持着清水的透光性。新书发布，主办方特意搬来一张椅子，先生却坚持坐在自己的旧藤椅上，追逐闪光上的旗袍上的织锦纹样。先生指着袖口的补丁打趣，这才是真丝的年轮。晚年的三里河寓所常常有访客带着各色头衔叩门，先生待客的茶永远是素白，茶点呢不过是街边买来的茯苓饼。有出版商带着烫金合同造访，先生指着窗台上喝水的杯子道，你看那杯子，盛过雨露便装不得蜂蜜。先生说，清水自有明月来相照。社交媒体世上，现在无数的人精心调制着人设的肥皂水，泡沫里沉浮着点赞与流量。
杨绛先生书房里窗台上那个插着野菊的玻璃瓶，却是百年风雨中始终清澈如初。某个雾霾散尽的清晨，当一缕阳光射透水珠折射出的七彩光芒，也许我们就懂得了，最高级的社交姿态不过是像清水映照世界般常识，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在纷繁事项之中照见自己本真的模样。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斜阳斜斜地爬上了三里河寓所的窗棂，九旬老人杨绛正在整理旧信，泛黄的信纸铺满书案，像深秋的梧桐叶簌簌落下。先生手握朱砂笔，时而圈点批注，时而折纸成船，这是属于他独特的情绪整理术，让往事在记忆的河床沉淀，只取月辉般的清光。世人都说我们仨是蘸着泪水写的，却不知杨绛先生在千元病房外等待的时候，总是揣着一本宋词选注。消毒水气味刺鼻的走廊里，先生翻涌的心痛被他揉成了平仄，监护的警报声亦做了词牌韵律。暮年独居的书房像一座微型博物馆，钱钟书的眼镜布叠成方胜，阿元的铅笔头收在青瓷罐里。有人劝他捐出旧物，先生却把亡夫的围巾改成了窗帘系带，让晨昏光影都带有旧日温度。先生说，有些情绪无需格式化，只需要定期通风。先生总是在壁炉前准备着竹篓边，未完成的残篇、过期的请柬，都在火焰里化作翩跹的灰蝶。但那些载着灵光片语的纸页，必要用系带系好，放进樟木箱。这仪式让人想起了深秋荷塘的清理，枯叶要捞尽，藕节却要留在淤泥里酝酿新生。如今我们手机里躺着上千张舍不得删的照片，却找不回先生那代人对往事的郑重。或许该学学老人擦拭银器的从容，不惧岁月氧化出的黑斑，反而珍视时光包浆的润泽。在这个情绪超载的午夜，每个失眠的灵魂都该听听我们仨里面的月光。往事的潮水终将会退去，沙滩上闪闪发光亮的，却是那放手后留下的轻纱。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45集。寒忍是为了自由，如同蹲下是为了跳跃。忍冬藤蔓攀过灰墙，惊红果实压弯了枝条。九旬老人杨绛站在廊下晒手稿，风掠过他素色旗袍的下摆，卷起纸页间那句寒忍是为了自由。这也恰似他人生的隐喻，那些年弯下的腰肢终在时光里酿成了精神的蜜糖。平反后文坛聚会之上，后世者追问文革遭遇，先生指着窗外暴雪下的松枝，你看那断茶处是不是比树皮更有年轮呢？如今地铁站里挤满了含怒的面孔，社交媒体飘荡着未消化的委屈。先生书房窗台上那本忍冬却是提醒我们，最高明的自由不是在他处，而是像茶碱溶于水般，将苦涩化作回甘的张力。当我们在职场之中倾轧，学会了蹲下系鞋带，或许该听一听98岁老人的私语。寒忍时的脊梁越柔软，跳跃起的弧线越优美，就像他晚年常穿的软缎布鞋，最柔软的材质往往能够走出最从容的轨迹。16集。卑微是最高明的隐身衣。寒冬的北京胡同，枯枝在蓝玻璃般的天空划出了裂痕。先生独坐窗边，将钱钟书先生的旧围巾叠成了靠枕。玻璃杯里3朵杭白菊正在舒缓地展开。在这个鼓吹社交价值的时代，先生用100年光阴证明，孤独不是生命的裂隙，而是精神年轮生长的缝隙。那些独处的晨昏，恰似植物在暗夜之中悄悄进行的探童话。暮年整理旧物时，先生把阿元的小学作文本与洗澡手稿并置于樟木箱。有访客叹息太冷清了，先生却指着书房的妆台上面的文竹，
你看他独饮晨露的样子，可比喧哗花市里那牡丹从容。孤独者的精神脉络远比想象中更加绵长丰茂。如今我们戴着降噪耳机，却躲不过内心的喧嚣。宣纸上早已泛黄的《道德经》，那句致虚极，守静笃，却在电子屏上愈发的清晰。雪夜读到走到人生边上，注脚的小字，独坐如参禅，静中万物生。最高级的陪伴是先生说的学会做自己的月亮，在永夜中温柔反光，将孤独照成银亮的茧房。第49集，灵魂不死，生活就有意义。指尖摩挲着走到人生边上的草纸稿，玻璃窗满是凝霜。先生取笔，在冰雾之中描出一枝梅花。干校记事，后来在丙午年丁未记事之中，读到叶脉里还淌着秋天的阳光呢。总觉得当世界变成了巨大的风车，与其折断长矛，不如记下每篇叶轮的暗文。前院化疗的第7个月，协和医院的走廊里白炽光很刺眼，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仨中离散的驿站。灵魂的苏醒始于为他人点燃的一盏灯斗。晚年整理丈夫的手稿，总是晨光出透时开始。她往砚台里滴上2滴清水，看墨块渐渐化开，如同冻土里注入了春息。某日翻到钱钟书下放前在书上写的打油诗：今日粪车夫，昔日清华儒。枯瘦的手指忽然颤动起来。先生把它装裱起来。记忆不是往事的冷藏室，倒像是越冬的麦种，需要借助冰霜唤醒蛰伏的田。千禧年除夕，出版社邀请他写事迹感言，婉拒信里夹着自制的陈皮，视味如茶，凉透方知悔甘。如今重访三里河寓所，书房台灯罩上仍旧残留着前园手绘的兰草，玻璃板下压着干校菜园的野草标本，叶脉间钢笔小楷依稀可辨。灵魂不死，终会在结土的泥土中抽芽。某个雪夜翻开走在人生边上，忽有枯叶指尖滑落。先生晚年常做的，把飘进窗棂的槐花放进玻璃杯，看清水渐渐染上鹅色的黄。灵魂苏醒的时刻，往往始于对一粒微尘的郑重。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前园病房的最后一夜，月光漫过心电仪监护的曲线，杨绛将女儿的白发编成了书签。先生依稀记得无锡老宅里母亲教他的绝活：泥缝里灌进金漆，残缺处自有光华。多年后写到我们仨里离散之痛时，枯瘦的笔尖在我们仨失散里滟开了墨痕，恰似当年顺着词文流淌的淡青，将破碎的岁月粘合出新的景致。钱钟书下葬次日，先生带回一杯坟土，他把土放进了砚台，注上女儿最爱的蓝封信字，晨起浇水总是对着花苞呢喃。同样的教授说他吃了，却也不知这是他独创的哀悼形式，把阴阳两隔的时空嫁接在花茎上，让记忆沿着年轮续写团圆。整理晚年的遗物的时候，羊角毛巾的虫洞被织进了彩色的棉线，阿元幼儿园的手工课的作品，钱钟书藏书票的残角，都在他拼接术中重获新生。某日翻开丈夫的文革检讨书，忽然研墨批注，此处比喻拙劣，宜用围城笔法。满纸荒唐言成了跨越生死的文学沙龙。出版社编辑偶见他的手稿拼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些断裂的缝隙中，月光比完整时更为充沛。独居三里河寓所，全家福被解构重组。前园百日宴的老照片旁摆着钱钟书挥网球拍的剪影。先生说，修筑记忆的廊桥，每逢中秋便在照片前共3杯薄酒，看月光将拼接的阴影酿成水墨长卷。曾有一位年轻作家问如何面对永失所爱，先生指着窗台裂缝中的野草：你把碎瓷当沃土，开的花比园丁栽培的更精神。
今日重读我们仨，总在古一道章节驻足。昔日读者唏嘘离散之痛，如今细品方悟其深意。先生将失散的至亲安顿在文字驿站，让每个翻开书页的人都成了传递思念的驿使。春夜整理故纸，忽见泛黄信签背后有他补写的蝇头小楷，心碎不是忠贞，而是词片重组的序曲。窗台上那盆艳土养育的风信子正在怒放，月光顺着花瓣的裂痕渗入根系。原来真正的团圆是把永绝的时光酿成让后世微醺的月光酒，让每道裂痕里窖藏星河。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一集，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无锡老宅的茶炉咕嘟作响，9岁的杨绛踮着脚看祖母煎煮薄荷，青烟衔着药香攀上房梁。祖母忽然说：“愿去如陈茶，多熬几沸变成良药。”原来瓷杯原是文火慢焙的茶汤，将苦涩熬煮成回甘的月光。文革时候的四合院墙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墨迹未干，先生拎着石推桶刷着墙，却在覆盖大字报的时候留了边角。这些字写的遒劲，当是练过掩体的。钱钟书病重时，某位曾揭发他们的学者前来道歉，杨绛先生沏了明前龙井，查过3巡方才开口：“那年你送我的楚辞批注本，倒是助我译成了裴多篇。临别时赠对方自制的陈皮，附纸条写着：文火陈皮需久晒久蒸，人心易逝。”这种看似以德报怨的智慧，恰似他修复古籍时的从容，不纠结重铸的孔洞，反而将其视作光阴盖在书页上的闲章。暮年整理反右时的信件，他特意保留了几封告密信。出版社编辑大为不解，他将信纸对着阳光：“你看着自己发抖处，写信人当时定是饿着肚子。”那些凌厉的笔画在光线下显出了水渍，倒成了特殊的历史注脚。这让人想起了他在评点洗澡时人物的悲词：没有天生的恶人，只有冻僵的灵魂需要解冻。如今我们重读走到人生边上，扉页的茶字如同莲花，当他在煮茶时滴落的药汤，在纸页之间漫出了天堂在人心的斑驳笔迹。某个梅雨季节的午后，水汽在窗玻璃上凝结成旧式茶炉的轮廓。先生说，把伤害当成晨露收集，用岁月的文火慢慢熬着，当水汽散尽，湖底沉淀的从来不是仇恨的残渣，而是露珠重返云端的成名。那些曾经刺骨的寒，最终都升华为照见众生的月光。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2集，声明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钱钟书的砚台在杨绛先生的案头摆了20年，墨垢层层堆叠，如地质年轮。有记者就追问为何不换新砚，先生说，茶渍是阿元出嫁那日撒的，墨痕里还冻着干校的霜。名声如瓷器上的釉彩，而生命的真味总是在陶土的沉淀之中。90年代某次新书发布，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铺红毯，先生却从侧门溜走，拐进了琉璃厂的旧书肆。书店店员认出他来，激动地捧着珍藏的洗澡出版，先生却在角落翻找钱钟书提过的民国王国维批注本。好书如老友，他对尾随的编辑说呀，比红毯上的镁光灯更动人心。那天他最终是买了一本缺页的东坡志林，用牛皮纸包好塞进布兜。胡同的斜阳把身影拉得老长，像极了文人画笔里的枯笔。干校寒冬的早晨，杨绛先生总比别人早来半个小时，铁锹翻动冻土时，默默地观察着水晶的野麦种，这些被埋没的倒比晒在场上的更加饱满。同时被下放的教授们热衷于写申诉信，先生却把时间花在了记录24节气对白菜的影响上。后来在丙午丁未年记事里读到霜降后的菜帮子格外清甜，这时我才明白先生的沉淀之道。当众人在时代洪流之中打捞浮名，先生弯腰拾取的却是光阴河床上的金沙。如今杨绛先生的蓝布衫还挂在故居的橱窗里，
袖口磨损处露出了细密的针脚。某日阴雨，管理员发现玻璃窗内多了一本裴多的译稿，泛黄的纸页间夹杂着干薄荷，也许是哪个读者偷偷放进去纪念的。翻开扉页，当年他题赠钱钟书的钢笔字依然清晰，不求釉色绚烂，但求陶土坚实。窗外的玉兰正在雨中凋落，花瓣粘在青砖上，倒像是给浮躁时代盖下的宪章。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第53集，我只是一盏灯，灯亮着就算贡献。钢笔尖挑开重铸的孔洞，如同在虚无的夜幕上凿开微光。收音机里学者们正在争论着存在主义。先生往砚台里滴上2滴清水，看墨块渐渐化开。灯不必与黑暗辨离，亮着便是。在丙未年记事之中，读到了卷耳草叶形如蛾眉，正好补楚辞注释之缺。恍然就明白了先生的破案之术。当意义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便以学术考据为丝线，在虚无的经纬上织出新的纹样来。这种将文学视为生命燃料的坚持，也印证了他在我们仨中的感悟。离散的驿站里，文字是永不熄灭的马灯。先生在洗澡的手稿里写的每个被划掉的错字，都是往虚无里打的铆钉。先生写在走在人生边上里的批注，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个此刻串成的念珠。今人穿过杨绛故居的长廊，总是在蓝布旗袍展柜前驻足。玻璃罩里泛黄的衣领上别着枚生锈的曲别针，针脚缠着堂吉诃德手稿的残线。某个血液细看，发现线头处系着极小的字条。油灯近处墨痕自明，窗外的雪片正扑向路灯，光晕的翻飞如水晶散落的星屑。原来对抗虚无的密室，不过是守住砚台边那团暖光，在冻僵的时空里续写未完成的剧读。第54集。2003年的北京春夜，92岁的杨绛独自在灯下整理钱钟书的手稿。停电了，先生不慌不忙点燃一支蜡烛，继续校对。烛光摇曳中，先生想起了丈夫生前常说的话：做学问如秉烛夜行，照亮脚下方寸即可。这个习惯他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在那些黑暗的时刻，他始终相信微光的力量。90年代的某天，出版社送来了杨绛文集的样书，装帧精美，先生却更加关心角落里那被退回的译稿。这是他花了10多年时间重译的裴多篇。编辑说市场不景气，先生平静地把退书稿收进了书柜。好书如良药，存放的愈久愈见功效。2010年的冬天，保姆发现先生倒在了书房。送医前，老人坚持要带上正在修改的洗澡续篇。苏醒后第一句话是：帮我把钢笔灌满墨水。直到104岁，先生仍然是每天保持工作5个小时。他说：我得抓紧时间，还有那么多好故事没写完。先生去世前1个月，一位年轻的作家来访，看到他仍在伏案写作，忍不住就问：先生，您觉得人生有意义吗？先生指着窗台上的小油灯：你看这灯照不了多远，但足够让我看清纸上的字，能够照亮眼前这一页就够了。如今这盏灯还放在杨绛故居的展柜里，灯芯处可见燃烧的痕迹。参观者常驻足观看，仿佛能够看到那个瘦削的身影在灯下笔耕不辍。故居的工作人员说，每年忌日前后，总有人悄悄地在展柜前放下手写的信签，这些信签很快便会被收走，但偶尔也能够看到上面写着：谢谢您教会我们如何用一盏灯温暖整个寒冬。55集。杨绛传是作者丁玲对其敬爱的作家、译者、学者、杂志编辑杨绛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深入剖析的一部传记。杨绛先生生于1911年，逝世于2016年。他的一生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同时呢，也是中国文学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作为一位文学家，他的文学造诣深厚，出版了多部小说、散文和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干校六记》。作为杂志编辑，他曾经负责编辑过《民主与建设》和《上海文艺》等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推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呢，杨绛先生还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包括《呐喊》《百年孤独》《红楼梦》等经典之作。他的翻译不仅文笔流畅，对于原作的精神内涵也有深刻的理解和表达。本书按照杨绛先生的生平经历了分章叙述，较为系统地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思想发展、文学创作以及译作等方面的内容。第一章家国情怀描写了杨绛先生的身世背景。他的父亲是北洋军阀时期的知名政治家和法学家杨昌济。在杨绛先生成长的过程之中，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自杀对他的影响极大。在此背景之下，杨绛有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同时也有着对文化和人性的深厚关怀。这种关怀呢，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第二章是梦醒时分，叙述了杨绛在上海读书的经历。在那个时期，杨绛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他的译作和文学创作也是开始有所发展。此时，他也认识了他未来的丈夫钱钟书。第三章养生唤起描述了杨绛在甘肃7·7事变后的经历。在这个时期，她逃离了上海到南昌，后来跟随丈夫到甘肃。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她开始学习中医药，并开始坚持每天练习太极拳。这种养生习惯对于她的身体健康和写作创作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第4章是新中国的心路历程，叙述了杨绛在新中国时期的经历。杨绛在这个时期担任了不少重要职务，包括《民主与建设》杂志社长，以及编辑《上海文艺》和《当代》等文学期刊。同时，杨绛还坚持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并为中国文学和文化推进尽了巨大的努力。第5章是文学杂志的主编，重点介绍了杨绛在编辑《民主与建设》《上海文艺》等文学杂志时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个时期，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当时的文学革命和文化繁荣。同时，他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和编辑人才，为中国的文化输送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力量。第6章人文精神的烛光描述了杨绛先生在中年之后的生活和事业。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努力地翻译国外的文学作品，并发表了《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的译本。同时呢，他也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完成了《干校六记》等著作。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追求也得到了更加完善和深思熟虑。第7章流香百世的文学家是对杨绛先生晚年生活的一次概括。在这个时期，他逐渐远离社交和名利，开始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他逝世之前还完成了《子夜》和《唐人街》。这些作品见证了他对生命和人性所特有的深刻的思考和感悟，同时呢，也表达了他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精神追求。总体来说，《杨绛传》是一部较为全面、细致和客观的文学传记，通过对杨绛先生的生平经历和文化成就的介绍，展现了一位真正的文化人和大思想家的形象。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杨绛本名杨继康，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2016年5月25日逝世，享年105岁。1911年，杨绛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呢是大家闺秀，自小是接受教育，父母恩爱，对他宠爱有加。在这样一个幸福且有文化的家庭长大，杨绛自然被教育得很好。杨绛先生的成绩呢一直很优异，在早年就立下了誓言，一定要考上清华，但是却因为名额不够去了东吴大学。然而他不死心，4年之后还是来到了清华。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杨绛与钱钟书相见，二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他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是当下都觉得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公子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个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是一天一封，直至杨绛绝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坠入了爱河了。1935年，两人踏入了婚姻的殿堂。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留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是出奇的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钉了不要紧，事后却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吃人吃福。1938年留学回国，因日寇侵华，一家人避居上海孤岛。为了补贴家用，杨绛先生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3年级的英语老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多年以来，钱钟书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就是因为有杨绛这个坚强的后盾。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压迫，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面对百般侮辱，先生没有崩溃，他拿出女儿剪下的大辫子，连夜赶做了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他擦得焕然一新，毫无晦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60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他利用白天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他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10年文革折磨，杨绛自我调试，以苦为乐。在此期间，他不仅辅助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了西班牙语，完成了译著8卷本的小说《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时，读者排长队购买，一时间掀起了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西班牙王室到访时，邓小平把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赠送给王室。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发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10世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对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本名杨继康，江苏无锡人，现代中国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2014年已经累计发行了70多万册。他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他93岁时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多达100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其代表作有《干校6记》《我们仨》《江饮茶》《杂艺与杂写》《走到人生边上》《洗澡》《阮红尘里外》。杨绛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深刻的人生洞察力，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下对其代表作品进行简单的介绍。干校6记记录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校的生活见闻，其作品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了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和普通人们的艰苦生活，表现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深刻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洞察。我们仨是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与丈夫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的生活经历，通过对3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生活点滴的回忆，展现了家庭的重要性和亲情的真挚可贵。江饮茶收录了杨绛的散文作品，
包括对茶文化的探讨、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回忆等等。该作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其文学风格的重要代表。杂忆与杂写是杨绛的一本杂文选集，收录了他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涉及作者对往事的回忆、对亲友的纪念、对人生的感悟等等，展现了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思考。走到人生边上是一部探讨人生哲理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在100岁之龄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生死、道德等问题的独特见解。该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文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洗澡是杨绛的一部小说作品，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磨难和挣扎。该作品以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和细腻的笔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阮红尘里外是杨绛的一本剧作选集，收录了他不同时期的剧作作品。这些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观察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展现了作者在戏剧创作上的才华和成就。杨绛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了人生百态，以深刻的思想探索人性和社会的本质。他的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对人生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在中国作家榜上，先生是年龄最大的上榜者，近100岁时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作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先生已经跨越了2个世纪的人生起伏。当那些浮于人世的尘埃落定，他与生俱来的才华和魅力依旧闪光，在岁月的历练之下熠熠生辉。一见钟情的才子才女，世纪佳缘。杨绛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后来笔名杨绛为人熟稔，成为了本名。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行曾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空纵，忙不及旅。连张勋复辟时，杨绛的父亲也没能带领全家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1919年，杨绛先生的父亲辞职南归，杨绛跟着父亲启程回乡。1932年春天，杨绛先生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先生相识。钱钟书先生曾是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先生的第一眼：结眼荣光易见出，蔷薇新瓣尽醍醐。不知免洗儿时面，曾取红花与雪无。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先生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钱钟书先生是清华著名的才子，书生意气，而杨绛呢也是名门闺秀。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是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期间，杨绛与钱钟书爱情的结晶，女儿钱媛降临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杨绛与丈夫选择了回国，转任教北大、清华等高校，同时从事文学研究，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我们仨天上团圆。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她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重病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她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1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英年早逝。1年以后，钱钟书临终，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却附在先生耳边道：“您放心，有我呢。”
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以后，92岁高龄下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96岁仍然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诗人探讨人生的价值与灵魂的去往。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